澳大利亞這個國家你們知道吧？袋鼠、考拉還有那些什麼都能咬死人的毒蜘蛛。就這麼個畫風清奇的地方，最近幹了件全球都没人敢幹的事。從12月10號開始，16歲以下的孩子全部不許用社交媒體。對，你沒聽錯 ，Instagram、TikTok、Facebook、X 全給你封了。這事兒有多狠，咱們慢慢說。去年11月底，澳洲議會眾議院和參議院先後投票通過了這個法案。眾議院102票贊成，13票反對，參議院34比19，基本上就是碾壓式通過。從通過到生效只給了1年時間，這速度說是閃電戰都不為過。而且這禁令不是開玩笑的，社交媒體公司如果不好好管，沒攔住16歲以下的孩子注冊賬號，最高罰款5000萬澳元，換算成人民幣大概2.3億。這罰款力度夠這些科技巨頭喝一壺的了。但關鍵是孩子們和他們的父母不會被罰。也就是說，這個鍋全是平台的。你 Meta、你 TikTok、你 Snapchat 都給我想辦法去。更絕的是，法案還規定平台不能強制要求用戶上傳政府身份證來驗證年齡。你想想，一邊要你攔住未成年人，一邊又不讓你用最直接的方法，這不是為難人嗎？說到這兒，可能有人要問了，澳洲政府吃錯藥了，好端端的為啥要搞這麼一出？其實背後的故事挺沉重的。咱們得從2024年9月說起。悉尼有個叫 Charlotte O'Brien 的12歲小女孩，在一所私立女校讀7年級。這孩子本來挺活潑的，但從5年級開始就在學校被霸凌，而且霸凌從線下一路延伸到了線上。她的媽媽 Kelly 說，從2022年8月開始，他們就不停地給學校發郵件反映情況，前後至少20次。但學校每次調查完，那些欺負她的女孩都一口咬定沒這回事，然後事情就不了了之。Charlotte 是越來越痛苦。有一天，學校打電話讓家長去接她，因為她躲在廁所裡哭，怎麼都不肯出來。她跟媽媽說，每天去學校都像是地獄，心臟都快爆炸了。她在遺書裡寫，活着太難了，我已經堅持不下去了。最終9月9號那天晚上， Charlotte 給朋友發了條短信，上面寫着對不起，還附了一張自己哭泣的照片。然後她就永遠離開了這個世界。這個悲劇徹底點燃了澳洲社會的怒火。Charlotte 的繼父 Matt 站出來公開譴責學校的不作為。他說，學校明明知道有霸凌發生，卻什麼都沒做，最後讓一個12歲的孩子承受了這麼多。而 Charlotte 的案例不是孤立，還有別的家長也站出來講述類似的經歷。有個叫羅伯·埃文斯的父親，他女兒利弗也因為社交媒體上的霸凌自殺了。2024年5月，一個公益組織找到羅伯，說要把社交媒體的准入年齡從13歲提高到16歲，理由是這多出來的36個月對孩子的心智成熟有決定性影響。羅伯從那時起就開始到處奔走，講述女兒的故事，推動立法。到了8月，他們把請願書遞交給了議會。這些心碎的家長們，加上社會上越來越多的呼聲，最終推動了這個全球最嚴厲的社交媒體禁令。澳洲總理阿爾巴尼斯說得很直白，社交媒體正在對我們的孩子造成社會傷害。它可以成為霸凌武器、朋友壓力的平台、焦慮的緣起。詐騙工具最糟糕的是，它還會成為網絡罪犯的工具。他呼籲孩子們放下手機，多出去運動，多跟朋友面對面交流。聽起來是不是挺有道理？但問題來了，這事兒真的能搞得定嗎？首先，技術上就是個大難題。澳洲政府說了，不能強制用戶提供身份證，那平台怎麼驗證年齡？目前主要有3種方法：一是年齡驗證，要求提供文件證明，但不能只靠政府身份證；二是年齡估算，用生物識別技術，比如掃你的臉、聽你的聲音；三是年齡推斷，通過分析你的用詞習慣、瀏覽記錄、社交網絡行為來猜你多大。但問題是，這些技術都不太靠譜。比如說面部識別，有研究發現，要準確區分15歲、16歲、17歲這種細微差別，簡直難如登天。而且對女性的準確度更低，有時候會把15歲的孩子誤判成20多歲，把16歲的判成不到16。更別說對亞裔和非裔的識別效果更差了。所以你想想，萬一一個剛滿16歲的孩子被系統誤判賬號給封了，那得多冤。
而且現在的孩子都是網絡原住民，各種繞過限制的辦法多了去了。填個假生日，用爸媽的賬號開個 VPN，分分鐘就能破解。這就跟當年禁止未成年人買酒一樣，有多少孩子找不到辦法搞到酒？所以澳洲政府也很现實，說了只要求平台採取合理措施就行。意思就是我們知道你攔不住所有人，但你得表現出努力的樣子。科技公司這邊當然也不樂意了。Meta 就是臉書和 Instagram 的母公司，發表聲明說對這個立法感到擔憂，認為議會在沒有充分考慮證據和年輕人意見的情況下就倉促通過了。TikTok 說這是一刀切的做法，會帶來意想不到的後果。X 平台，也就是馬斯克那個推特，直接質疑這個禁令是否合法，暗示可能會打官司。有意思的是 ，WhatsApp 還有一些遊戲平台，像 Roblox、Discord、Steam 這些都不在禁令範圍內。澳洲政府的解釋是，這些平台的主要功能不是實現在線社交互動，但這就引起了 Meta 的不滿。他們說，憑什麼 YouTube 就可以？難道 YouTube 上就沒有危險內容嗎？說白了，這標準定得有點模糊，誰能用誰不能用，感覺還挺隨意的。而且從12月10號開始 ，Meta 已經開始執行了，停止16歲以下用戶的新賬號註冊，撤銷現有賬號。據統計，澳洲13到15歲的群體裡，大概有35萬個 Instagram 賬號和15萬個 Facebook 賬號。這些賬號說沒就沒了，對這些孩子來說，突然就失去了一個重要的社交渠道。那咱們再說說這禁令的好處和壞處。先說好處，支持者認為這能有效減少未成年人接觸網絡暴力、色情、極端內容的風險，能改善他們的睡眠和情緒狀態，鼓勵他們多參與線下活動。而且77%的澳洲人都支持這個禁令，尤其是家長們。有個反霸凌倡議人士叫阿里哈爾基奇，他兒子2009年因為社交媒體上的網暴自殺了，當時才17歲。他說，設定年齡限制，把控制權交還給家長，這是第一步。從數據上看，確實也挺嚇人的。世衛組織今年9月發布的報告顯示，2022年有超過1/10的青少年，也就是11%，已經表現出社交媒體使用不當的跡象，控制不住自己，而且遭受負面後果。澳洲政府委托的一項調查顯示，96%的10到15歲兒童平時會使用社交媒體，其中70%接觸過有害內容，包括厭女內容、打鬥視頻，甚至是鼓勵厭食症和自殺的內容。這些數字確實讓人心驚。但另一方面，壞處也不少。批評者說，這是在剝奪孩子們的權利。聯合國兒童基金會警告說，這個禁令可能會把青少年推向更危險、更隱秘的網絡空間。你想孩子們被趕出主流平台後，會不會跑到一些更缺乏監管的地方去？那些地方可能更危險。而且禁令沒有解決根本問題，它既沒有遏制有害內容的生產，也沒有限制算法推送這些內容。說白了，就是把孩子趕走了，但問題還在那兒。還有人擔心這會給家長帶來虛假安全感，覺得孩子不玩社交媒體了就萬事大吉，於是就不重視網絡安全教育了。但實際上，教孩子怎麼安全上網，怎麼應對網絡霸凌，這些才是更重要的。而且社交媒体對很多孩子來說也不全是壞事。有研究者指出，社交媒體為青少年提供了情感陪伴、興趣社群和压力宣泄的出口，是他們社會化過程的一部分。尤其是对一些弱勢群體，比如殘障青少年、LGBTQ 群體，社交媒体是他們找到同類、獲得支持的重要渠道。澳大利亞殘疾兒童和青少年協會的 CEO 就說，社交媒體是殘疾青少年的生命線，一刀切地禁掉，對這些孩子來说可能是雪上加霜。隱私問題也是個大麻煩，要驗證年齡，就得收集用戶的生物識別數據或者其他個人信息。這些數據怎麼存儲？會不會洩露？會不會被濫用？雖然澳洲政府委托的一項試驗說年齡核查技術可以在保障隱私的前提下實現，但很多人還是不放心。還有一個現實問題，就是這個禁令到底能不能執行？澳洲勒卓伯大學的人工智能教授達斯溫·德席爾瓦就說了，15到17歲之間的界限太模糊，技術很容易誤判。而且現在的孩子太會玩了，填個假生日，借用爸媽的賬號，開個 VPN，輕輕鬆鬆就能繞過去。
就像當年禁酒令一樣，你越禁，地下市場越繁榮。所以說啊，這個禁令到底是保護還是過度干預，真的很難說。不過有一點可以肯定，澳洲這波操作，全世界都在看着。馬來西亞已經宣布從2026年1月1日開始，也要實施類似的禁令。不過他們留了個口子，孩子可以在監護人陪同下使用。新西蘭、丹麥、法國、英國也都在考慮跟進。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說，會密切關注澳洲的實施效果。說到底，這事兒反映的是一個全球性的焦慮，我們該怎麼保護這一代在互聯網上長大的孩子？社交媒體確實帶來了很多便利，但它的陰暗面也確實存在。霸凌、成癮、焦慮、抑鬱，這些問題不是危言聳聽，但簡單粗暴的一刀切，又會不會矯枉過正？我個人覺得這個禁令的最大價值可能不在於它能不能完美執行，而在於它把這個話題推到了台面上。它逼着科技公司、政府、學校、家長，所有人都得重新思考，我們到底該怎麼辦？平台要不要承擔更多責任？肯定要。你不能一邊拼命用算法推送能讓人上癮的內容，一邊又說這不關我事。學校要不要更重視霸凌問題？必須的。家長要不要更多的參與孩子的網絡生活？當然也要。但與此同時，我們也不能一味地把孩子跟互聯網隔離開，因為這是他們這一代人的現實。澳洲這個實驗，說實話，我不知道最後會怎麼樣，也許會成功，也許會一地雞毛，但至少它讓我們意識到這個問題不能再拖了。12月10號禁令正式生效，接下來1年我們就能看到結果了。到時候如果澳洲那邊真的有效果，說不定全球都會跟進。如果搞砸了，那也是個教訓，告訴大家這條路走不通。不管怎麼說，Charlotte、利弗這些孩子的悲劇不能白白發生。我們得想辦法讓下一代能在一個更安全、更健康的環境裡成長。這不是某一個國家、某一個公司、某一個群體的責任，而是所有人的責任。好了，今天的故事就講到這兒。澳洲這個全球首例的社交媒體禁令，你們怎麼看？是保護孩子的必要舉措，還是過度干預？評論區聊聊。